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请不要对演员王一博有误解，或因顶流对长空之王有偏见。这几天大家都把长空之王和人生路不熟做各种比较，甚至把一些质疑引到演员身上，其实很不公平。电影永远是集体创作，即使演技派也会有烂片，也有评价很高的影视剧，某些演员让人很出戏。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我们能评价的是整部片子的质感，以及演员在片中表现是否符合电影中的人物设定。王一博的俊朗，范丞丞的憨萌，就角色诠释而言是很贴切的。关于人生路不熟和长空之王两部电影，这两部电影我都看过，完全两种不同类型。人生路不熟是喜剧，笑点密集，搭戏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很好的喜剧演员，乔杉、马丽、常远，友情出演的田雨和尹正也是演技派，范丞丞和张婧仪只要演技不拉垮，这种众星捧月的格局，对影片的质量是很好的保证。范丞丞的性格是很好的，他的背景无人不知，但他却活出完全不同的样子，没有偶像包袱，简单直白干净真诚，在综艺上的表现很博大家好感。电影里表演朴实自然，反而可圈可点。剧中角色万一帆就是范丞丞本尊，没有表演痕迹，偶然天成。打动人的永远是真诚，范丞丞的表演很真诚。长空之王是主旋律正能量大剧，大国重器，英雄事迹。搭戏的有胡军、周冬雨、田壮壮、金靖。客观说这部电影是虚王一博扛戏的，这个角色承担了更多的压力，他要提起整部戏。王一博本身的清冷气质，很适合做演员，他恰到好处的表现出人物的少年英气，天真烂漫。他真的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，家境好，智商高，奔赴热爱，帅气天真，臭屁可爱。我是很喜欢长空之王的现代表达，虽然是主旋律正能量，但没有太多沉重的负担的东西，是年轻人的选择和热血，很真实很真诚，却有着回味悠长的动心。当然是有一点点诟病的，就是五毛特效和人物成长不那么丝滑。总而言之，是两部很好的电影，是值得都去一看的。关于顶流王一博，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绝望的文盲事件后的王一博想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这些年顶流翻车的事件屡见不鲜，毕竟能像肖战一样，能走出来变得更强大的少之又少。归根结底，打铁还得自身硬。知识储备不足显然是王一博的硬伤。他甚至可以归因为底蕴素质，作为受千万年轻人追捧的顶流，甚至可以引申为不良带动。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，就是因为打乱了优缺点的对比次序，即使旗鼓相当甚至更胜一筹，在换一种方式的比较下，也会让某一方永无翻身之地。如果我们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一个比对体系，那很多群体都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比如运动员，比如艺考生，他们人生之路最初的选择是因为尊重天赋，选择了他们优势能力，在某一领域精钻，相应的文化类科目的普及教育时间都会被挤压，而事实上，他们在自己擅长领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我承认艺人需要加强文化素养，人文底蕴的培养，这对艺人的综合能力是润物无声的全面提升。但如果对艺人群体的考评，
语言表达能力、文化底蕴成为金标准，或者成为是非对错的二元标准，是可以看出某些人群深深的恶意。我对王一博的关注还得感谢陈晓，《梦华录》中的陈晓表现太出色了，以及于他的电视剧《冰与火》上线时，也全程追剧。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王一博饰演的陈宇。王一博身上的少年气、冲劲、力量感，是演员中很难得的。无名我也是看过的，很好片子。在春节档，那样文艺气质的一部电影，在王一博饱受非议的情况下，取得那样的票房，特别难能可贵。年轻演员里有那样的表演层次感，那样的张力，我之前看到的是易烊千玺。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《陈情令》，我只是看过王一博综艺的片段，我是知道王一博是顶流的，但我当时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成了顶流。我想这是大多数人现在的情形，和我当初一样。也因此对《长空之王》中王一博非议的那些人，我还挺想问一句，你真的了解王一博的表演吗？你看过他的影视作品吗？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流量明星或者顶流都带上了隐晦不清的含义。一方面是无数年轻人的追捧，另一方面是天然自带的质疑。百科里关于流量艺人的解释为：人气旺盛、粉丝众多、号召力强的艺人，但他们往往没有匹配其热度的影响力的实力，演技或唱功不匹配。流量明星是网络时代流量为王商业逻辑下的产物，不无贬低之意。也因此，艺人都很避讳自己被称作顶流，甚至在做去流量明星头衔的努力。其实流量自古有之。我最喜欢的诗人王维，在当时就是毋庸置疑的顶流，颜值高，才艺全，能作诗绘画，画扇丝竹，是达官贵人的座上客。苏轼、柳永也都是当时顶流。流量的产生从来不会凭空而起，放眼娱乐圈，那么多艺人，为什么是那么几位成为顶流？为什么他们最深得年轻人喜爱？这不是玄学和运气，自有它的道理，不是颜值就可以解释的。年轻人的审美反而是代表了潮流，代表了趋势。成为顶流不是艺人自己可决定，但成为怎样的顶流，却是艺人可追求的。我们也看到一些顶流的努力，追求艺术的精湛，追求自我的提升。而文艺作品，特别是正能量主旋律的作品，有顶流的加持，无疑是锦上添花。就像长空之王，难道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因为王一博，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了影院，入心入脑的观看这样的展现国之重器、大国崛起宏大叙事的电影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多么难能可贵。当然，也因为对王一博的误解，很多人对长空之王有误解，这我们实在很不愿意看到。前段时间看过关于猫王传奇一生的传记电影，一代世界级巨星的陨落，让人扼腕，但不管是自主还是身不由己的推动，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于顶流们而言，戴好王冠，我就是顶流，不用回避，需要做的是，我将成为怎样的顶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